首先锁边起针，第一步钩织鞋底的部分。起针完成之后，编织16个辫子针。锁链完成之后，我们返回倒数第2针，在锁针的背面挑里衫的一根线，在这里钩织一个短针。在第一个针目上做一个记号扣，在同一个位置再编织2个短针。这样在开始的位置增加2针，一共钩织3个短针。后面按顺序编织，在接下来的6个锁针上各编织一个短针。第6针结束，在后面的锁针上编织一个中长针。在接下来的6个锁针上各编织一个长针。6针完成之后，在第一个锁针上增加6针，一共钩织7个长针。第7针结束，转到另外一侧，对应前面的针数钩织6个长针。6针完成之后，在下一个针目上编织一个中长针，后面再按顺序编织6个短针。第6针结束，在最后一针上编织3个短针，加上开始的3个短针，在同一个位置一共6个短针。最后在第一个短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。第2圈首先锁3针作为一个长针，在同一个位置增加1针，再编织一个长针。在第2个针目上编织一个长针，在第3个针目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长针。后面按顺序编织，在接下来的13个针目上各钩织一个长针。第13针结束，在转角的7个针目上各增加1针，一共钩织14个长针。第14针结束，后半部分再按顺序钩织13个长针。13针完成之后，在下一个针目上钩织2个长针。在后面的针目上编织一个长针，在最后一个针目上钩织2个长针。最后在开始的起立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。第3圈首先锁2针作为一个中长针，在同一个位置增加1针，再编织一个中长针。后面按顺序编织，在接下来的11个针目上各钩织一个中长针。第11针结束，后面再按顺序钩织6个长针。6针完成之后，在转角的14个长针上继续增加7针，在第一个针目上钩织一个长针，在第2个针目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长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按照一个长针一个加针的顺序循环7次，钩织21个长针。第21针结束，后半部分再按顺序钩织6个长针。
6针完成之后，在接下来的针目上钩织11个中长针。第11针结束，在最后一针上钩织2个中长针，然后将线剪断，留出线段，在结尾进行一个无痕连接。首先跳过开始的起立针，在第2个中长针上挑起整个针目，将线段穿过，接着将线穿过最后一针的后半针，这里形成的辫子针相当于第1个针目，最后将多余的线段隐藏到织物内。我们利用相同的方法钩织2片鞋底，然后将织片合并，用热熔胶固定到一起。2片鞋底粘合好之后，我们在织物的边缘再加固一圈引拔针。首先找到脚后跟中间的这一针，在前面这层鞋底的边缘挑起整个针目，在后面这层鞋底的边缘挑起前半针，在这里重新起线。在下一个针目上同样挑起整个针目，在另外一层挑起前半针，编织一个引拔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在2个织片的边缘钩织一圈引拔针，一共58个针目。引拔针完成之后，将线剪断，利用相同的方法做一个无痕连接。首先将线段穿过第1个引拔针的针目，然后将线穿过最后一针的后半针，这里形成的辫子针相当于第59个针目，最后将多余的线段隐藏到织物内。鞋底的部分完成之后，接下来我们钩织鞋帮的部分。首先找到脚后跟中间的这一针，然后向右侧数出15个针目。在第15针上挑后半针的一根线，在这里重新起线，将线勾出，编织一个锁针，在同一个位置编织一个短针，后面按顺序编织，对应每个针目，一共钩织29个短针。第1排结束，第2排首先锁1针，翻转织物，对应第1排的针数，同样钩织29个短针。后面的部分重复操作，每一排各编织29个短针，钩到第9排即可。第9排结束，第10排首先锁1针，翻转织物，对应每个针目各编织一个引拔针，一共钩织13个引拔针。第13针结束，我们在后方中间的位置钩织一个鞋提带，首先编织一个锁针，在接下来的3个针目上各编织一个短针。第2排首先锁1针，翻转织物，对应第1排的3个针目，同样钩织3个短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一直钩到第8排即可。第8排结束，我们将钩针取下，将织片对折，由织物的内侧将线圈钩出，对应开始的3个针目，按顺序钩织3个引拔针。3针结束，后面继续正常编织，在剩余的针目上再钩织13个引拔针。鞋帮的部分完成之后，接下来我们钩织鞋面的部分。在鞋帮右侧第1排倒数第3针的针脚处重新起线，将线钩出，然后编织一个锁针，在同一个位置编织一个短针。
在下一个针目上再编织一个短针。在鞋头剩余的针目上挑后半针的一根线，再按顺序钩织30个短针。30针完成之后，在另外一侧鞋帮的底部再编织2个短针。最后断线，将线段隐藏到织物内。第一排完成之后，我们由起针的位置开始，向中间数出15个针目。在第15针上挑整个针目，在这里重新起线，将线勾出，编织1个锁针。在鞋头的中间按顺序钩织7个短针。第7针结束，翻转织物，跳过第1个针目，在第2针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短针。在接下来的4个针目上各编织1个短针。在最后一针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短针。在左侧剩余的针目上再编织2个短针。第2排结束，第3排继续翻转织物，跳过第1个针目，后面按顺序编织9个短针。9针完成之后，在另外一侧的针目上钩织2个短针。第3排结束，第4排同样翻转织物，跳过第1个针目，后面按顺序编织10个短针。第10针结束，在另外一侧再编织2个短针。第4排结束，后面的部分不再赘述，按照前面这2排的顺序继续加针，每一排增加1针，钩到第15排，加针至21个针目。第15排的21针完成之后，这一侧只剩下1个针目，在最后一针上编织1个短针。第16排首先翻转织物，在第1个针目上开始编织，一共钩织22个短针。第22针结束，在另外一端的底部钩织1个短针。鞋面完成之后，我们将鞋帮拉到鞋面内侧，隐藏大约半厘米的宽度，将鞋面与鞋帮做一个连接。首先在底边的位置编织1个引拔针，然后对应鞋面边缘的针目，在合适的重叠位置按顺序钩织9个引拔针。第9针结束，后面重复操作，将另外一侧继续拼接起来。鞋面与鞋帮拼接好之后，接下来我们钩织鞋底边缘的部分，在鞋后跟第1圈剩余的后半针上重新起线，将线勾出，在下一个针目上钩织1个引拔针，在第1个针目上做一个记号扣。后面重复操作，挑后半针的一根线，在鞋身的边缘钩织5圈引拔针即可。5圈引拔针完成之后，利用热熔胶将鞋底边缘固定到鞋身上。我们这款简单的休闲婴儿鞋就完成了。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